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John Bruce 的商业冒险。John Bruce 是美国商业与金融作家，长期为《纽约客》的 New Yorker 写作。这样的写作背景让这本书保留了很强的现场感。它不是从公式和口号出发，而是从一个个真实商业现场进入。商业冒险出版于1969年，收录了12个来自华尔街和美国商业世界的故事。一个产品为什么会失败？一次股市震荡为什么会突然失控？一家看起来强大的公司为什么会在成功之后变得迟钝？这本书曾被 Bill Gates 称为自己读过最好的商业书之一。它不是一本教人复制成功的书，而是一组关于失败、误判、信任和边界的商业样本。这些故事如果只当商业旧闻看，很快就会过去。更值得留意的是，他们把很多今天仍会重复的旧错误摆到眼前。公司会把内部想象误认为外部现实，成功会遮住新的风险，资本市场的价格背后依赖信任、激励和惯例，也会让越界看起来像正常做法。商业世界从来不缺聪明人，也不缺数据、流程和专业判断。难的是，当组织越来越庞大，故事越来越好听，利益越来越密集时，真实反馈还能不能被听见，风险还能不能被承认，边界还能不能被守住。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先从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层开始。公司明明有资源、有数据、有专业管理层，为什么仍然会把内部想象误认为外部现实？一家资源很多、流程成熟的大公司推出失败产品时，外界很容易把原因概括成一句话：它离顾客太远。这个判断没错，但还不够。真正麻烦的是，很多时候公司并不是完全没有顾客信息，而是信息进入组织以后会被预算、部门目标、产品规划和管理层预期重新解释，最后变成一套看起来很完整的内部判断。福特汽车 Ford Motor Company 的中价位新汽车品牌 Esso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不是一个小团队仓促推出的边缘产品，而是福特认真规划、认真调研、认真宣传出来的大项目。Esso 在1957年9月正式亮相，目标是夹在普通车型和豪华车型之间，吸引正在升级消费的美国家庭。这个位置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战后美国消费上升，家庭换车需求增加，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 旗下不同品牌层层覆盖市场，福特也希望用一个新品牌补上自己产品线里的空位。从流程上看，福特并不是没有做功课。公司研究消费者收入、家庭结构、品牌偏好，也围绕车型、命名、广告和经销商网络做了大量准备。问题在于，这些工作慢慢把一个假设包装得越来越像事实。中产家庭正在等待一款新车，福特只要把它设计出来、命名出来、宣传出去，需求就会自然出现。可真实市场没有按照这套假设行动。Esso 上市时，美国汽车市场已经开始变化，经济环境转弱，消费者对更小、更省油车型的兴趣上升，而 Esso 的外形、定价、品牌位置和广告承诺都没有形成足够清晰的吸引力。它不是完全没有卖出去，但远远没有达到公司内部期待。到1960年停产时， Esso 只存在了26个月左右，最后成了美国商业史上最著名的新产品失败之一。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不要做调研，也不是新产品一定危险。恰恰相反， Esso 的教训在于，调研、报告和定位本来应该帮助公司接近外部世界，但如果组织已经提前相信某个结论，这些工具也可能反过来服务于自我证明。顾客的犹豫会被解释成宣传还不够，市场的冷淡会被解释成时机问题，产品的模糊会被解释成需要更多广告教育。当一个组织足够庞大，它最难听见的声音，往往不是没有被收集到的声音，而是那些已经被收集却不符合内部故事的声音。外部现实不会因为公司投入足够多，就自动配合公司完成剧本。很多商业失败的第一步，
正是把会议室里的预测和假设误认为市场本身。如果说 Excel 说明公司可能误读顾客，那么股东大会说明的是另一层问题。组织表面上有反馈渠道，并不等于权力真的会被反馈改变。现代公司看起来有一整套正式机制，股东可以收到年报，可以参加会议，可以提问，可以投票，也可以对管理层表达不满。但这些机制一旦变成固定仪式，反馈就可能只是在制度表面流动，没有真正进入决策中心。反馈渠道和实际权力之间的落差，在大型公司股东大会上会变得更清楚。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的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为例，公司向数百万股东发出会议材料，但真正到场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会场里有主席台、管理层、麦克风、议程、提案和代理投票，看起来非常正规。可权力结构并不会因为有人站起来提问就自动发生变化。大多数投票权早已通过代理票交到管理层手里，现场发言更多像是少数股东短暂进入舞台，而不是公司方向真正被重新讨论。所谓代理投票，是很多股东不会亲自参加股东大会，于是把投票权委托给别人行使。这个机制本身并不奇怪，大公司股东太分散，必须有一种远程表达方式。但问题在于，当绝大多数代理票都流向管理层支持的方案，现场会议就容易变成一种确认程序，董事名单、管理层报告、常规提案，大多会按照既定安排通过。这不是说股东大会没有意义，也不是说每个管理层都故意回避问题。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当反馈机制被流程化以后，组织会自然发展出一种防御能力。尖锐问题可以被时间限制化解，不合时宜的提案可以被议程稀释，少数股东的追问可以被当成个人执拗，而不是公司需要认真处理的信号。一些长期活跃在股东大会上的人，比如 Wilma Soss 和 Louis Gilbert， 经常试图把治理问题带到台前。他们关心董事会构成、管理层权力、股东权力和公司责任。但在庞大的公司机器面前，这些声音很容易显得零散、刺耳，甚至被管理层和其他股东当成会议里的麻烦。于是，真正的问题就从有没有人发声，变成发生以后有没有能力改变组织判断。公司治理最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只要有会议、有投票、有披露、有提问，权力就受到了约束。现实要复杂得多。反馈渠道只是入口，能不能穿过组织层级、议程设计、代理票结构和管理层防御，才决定它有没有效果。很多公司不是没有听到外部声音，而是把外部声音安置在一个不会改变内部叙事的位置上。顾客反馈可能被误读，股东反馈可能被仪式化。问题再往组织内部走，就会落到语言本身。公司每天依靠报告、流程、指标、授权和会议来运转，但这些语言一旦被权力和利益改造，就可能让人们既完成了沟通，又避开了真正需要面对的事实。通用电气 General Electric 卷入的美国电气设备价格案，表面上是一个反垄断和价格操纵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重型电气设备行业里的多家公司被指通过秘密会议和协调报价来影响电气设备价格。到1960年前后，美国司法部开始起诉相关企业和高管，案件后来成为美国商业史上非常重要的公司违法案例之一。这个案例不只是公司违法了这么简单，更能说明组织内部怎样处理那些不能被明说的事情。很多大型公司不会把越界写成清清楚楚的命令。真正微妙的地方在于，目标、压力、惯例和暗示会共同形成一种半明半暗的语言，上面不一定直说去违法，下面却知道什么结果会被奖励。文件里写的是竞争、效率和市场秩序，实际操作里却可能出现协调、默契和避开明面记录的安排。
这类现象可以称为非沟通，它不是完全没有沟通，而是关键意思不以明确指令出现。大家可能通过眼神、暗示、历史习惯、会议气氛和业绩压力理解该怎么做，却没有人愿意把真正的意思写下来。这样一来，组织既能让事情发生，又能在出事以后把责任拆散。上级可以说自己没有下过命令，下级可以说自己只是理解了行业惯例，中间层可以说自己只是完成目标。这种内部语言非常危险，因为它会让组织逐渐失去面对现实的能力。价格是不是被操纵，客户是不是被伤害，市场是不是被扭曲，反而可能被放到后面。真正被优先处理的，变成这个说法能不能在组织里被接受，这个目标能不能完成，这个做法是不是一直以来都被默许。所以信息失真并不只发生在市场调研里，也不只发生在股东大会上，它还会发生在公司每天使用的语言里。当报告只负责证明方向正确，会议只负责分配压力，合规词汇只负责覆盖风险，组织就会越来越擅长解释自己，越来越不擅长修正自己。等到错误真正暴露出来，外部世界看到的是一次产品失败，一次治理失灵，一次违法案件，内部真正失去的，可能早就是把现实说清楚的能力。信息失真不只会出现在失败产品诞生之前，更麻烦的是，成功以后，组织反而更容易相信自己已经看懂了现实。失败会逼人解释问题，成功却会奖励原来的判断方式。一个产品卖得越好，一家公司越受追捧，内部就越容易把过去的正确理解成未来也会继续正确。施乐 Xerox 的故事正好说明这种风险。施乐最重要的转折来自 Xerox 914复印机，它在1959年公开推出，是早期真正成功的商用普通纸复印机。所谓普通纸复印机，简单说就是办公室不再需要依赖复杂、潮湿、麻烦的就是复制方法，而是可以把文件放进机器，迅速得到清楚的纸面副本。今天听起来很普通，但在当时，这几乎改变了办公室处理文件的方式。这台机器带来的变化很明显，它不只是卖出一款新设备，而是改变了人们对复制文件这件事的预期。合同、备忘录、报告、会议资料、法律文件都可以更快被复制和传播。一个原本偏技术性的发明，突然变成办公室日常的一部分。施乐也从一家并不算庞大的企业，进入了美国商业世界的中心位置。但成功带来的问题也从这里开始。一个公司刚推出新产品时，最重要的是证明产品有用。当产品真的被大量使用以后，公司面对的就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生产能力、服务网络、耗材供应、专利保护、竞争者模仿、价格压力、客户依赖和公众期待。原来支撑成功的产品，开始把公司推向更复杂的位置。这就是所谓成功反噬。成功不是坏事，但它会改变问题的性质。产品一旦成为行业标准，外界会对公司提出更高要求，利润一旦变得丰厚，竞争者和监管者都会看过来。品牌一旦变成动词，公司也容易把市场需求误认为永久优势。过去的创新能力不能自动解决规模扩大以后的管理难题。很多公司最危险的时刻，不是没人相信它，而是太多人相信它；不是产品没有被验证，而是验证太成功以后，组织开始低估新的风险。成功会带来资源，也会带来噪音。它让公司更有能力行动，也更有理由相信自己原来的行动方式没有问题。商业判断真正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被市场奖励过，不等于以后可以停止听市场。公司成功以后可能低估新风险，市场繁荣以后也会出现类似问题。行情平稳时，人们容易把价格看成一套自动运转的系统，有人买，有人卖，有报价，有成交，好像只要交易所还开着，
市场就会自然维持秩序。可市场真正依赖的不只是屏幕上的数字，而是参与者相信自己随时还能成交，别人也还会继续留在场内。1962年5月28日，美国股市发生了一次后来常被称为小崩盘的剧烈下跌。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34.95 点，跌幅约 5.7%。按当时的历史位置看，这是一个非常刺眼的单日跌幅。更重要的是，这次下跌不是因为当天突然爆出一个足以解释所有价格变化的单一经济灾难，而是在前期市场走弱、投资者信心松动、卖盘增多的背景下突然加速。要理解这件事，需要先理解一个概念：流动性。流动性不是简单的说市场里有没有资产，而是说你想卖的时候，能不能在不明显压低价格的情况下卖出去。平常看起来，流动性像空气一样存在，报价不断出现，成交不断发生，人们就会觉得自己随时能离场。但当卖的人突然变多，愿意接的人突然变少，流动性就会迅速变薄。价格不是一点点讲道理的调整，而是会在缺少买盘的时候向下跳。1962年的下跌让人看到市场信任的脆弱，投资者害怕的不只是手里的股票价值下降，而是别人会不会比自己更早卖出，经纪商能不能及时执行订单，报价还有没有意义，市场明天会不会继续恶化。当这种担心互相强化时，价格变化会反过来制造更多恐惧。下跌本身成了新的信息，更多人因为看到下跌而选择卖出。这并不是说市场完全由情绪支配，也不是说基本面不重要。真正的重点在于，市场价格从来不是孤立的数字，它背后有一整套信任关系，交易所的秩序，经纪商的履约能力，买卖双方对报价的接受，投资者对明天仍能交易的信心。平静时期，这些东西像背景一样不显眼，一旦市场剧烈波动，他们就会从背景变成主角。所以成功和繁荣会让人误以为系统非常坚固，可很多时候坚固只是因为信任还在。价格上涨时，所有人都觉得出口宽敞；价格下跌时，大家才发现出口其实取决于还有没有人愿意站在另一边接手。市场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价格会波动，而是信任一旦松动，波动会自己放大。如果说股市闪崩让人看到交易信任的脆弱，那么英镑危机把问题推到更大的层面。一国货币的稳定也依赖市场相信它背后的支持力量还有效。货币看起来是汇率数字，背后却是政府信用、央行储备、国际合作、贸易状况和市场预期共同撑起来的结构。1964年，英镑承受了很大压力。当时世界还处在固定汇率体系之下，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不能随市场自由大幅波动，各国政府和央行需要通过买卖外汇、动用储备、调整利率和国际借款，尽量把汇率维持在约定范围内。对英国来说，英镑不只是本国货币，也仍然带有重要国际货币的身份。它一旦失守，影响就不会只停留在伦敦。当市场开始怀疑英镑可能贬值，压力会迅速变成现实行动。进口商、出口商、银行和投机者的动机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人是在保护自己的业务，担心手里的英镑资产缩水；有些人是在压住贬值，希望从汇率变化中获利。但不管动机是什么，只要越来越多人选择卖出英镑，换成美元或其他资产，英镑承受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大。关键在于，个体行为可以看起来很合理，合在一起却会冲击系统。一个企业提前避险并不奇怪，一家银行减少英镑风险也可以解释，一个交易员判断贬值概率上升也有自己的理由。可当这些行动同时发生，市场就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判断，越多人担心英镑守不住，英镑就越难守住。为了防止危机扩散，英格兰银行、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其他国家的金融当局参与协调。1964年11月，围绕英镑形成了总额约30亿美元的国际信贷支持安排。这数字重要的是它释放出的信号：英镑背后不是只有英国单独承压，还有一组国际金融力量试图共同维护秩序。这说明系统性信任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真实资源，也需要可信承诺。市场要相信央行有能力行动，相信其他国家愿意协助，相信汇率安排还能维持，相信今天卖出不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否则，哪怕账面上还有政策工具，市场也可能先一步投票离场。从公司到股票市场，再到货币体系，风险一层层放大。公司成功会让内部反馈变弱，市场繁荣会让流动性被误认为理所当然，货币稳定会让人低估共同预期的重要性。等到信任开始松动，人们才会发现，很多看起来坚固的东西，原来一直依赖更多人继续相信。信任被侵蚀，常常不是从系统崩坏开始，而是从一次次看似有理由的小越界开始。信息优势变成私人抢跑，激励压力压过规则约束，行业惯例慢慢让不该发生的事显得正常。信任被侵蚀，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是有人提前知道了别人不知道的关键信息，并且抢先把这种信息变成自己的收益。市场允许研究能力不同，也允许判断水平不同，但它很难容忍一种情况：一部分人站在交易桌前，另一部分人却已经在内部文件里看见了结果。德州海湾硫磺公司 Texas Gulf Sulphur 的矿藏发现事件，正是现代内幕交易讨论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1963年11月，公司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Timmins 附近的 K55 区域完成一个钻孔，钻探结果显示那里可能存在价值很高的矿藏。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还只是市场完全不知道的内部信息，对接触到钻探结果的人来说，它却可能意味着公司价值会被重新评估。所谓重大非公开信息，关键在两个词。重大是指这条信息如果公开，理性投资者很可能会把它纳入买卖判断；非公开是指普通市场参与者还没有公平获得它。矿藏发现、重大并购、盈利剧烈变化、关键合同和监管决定都可能属于这一类信息。它不是普通的聪明分析，也不是比别人更勤奋读年报，而是站在信息披露之前，提前拿到了会影响价格的事实。在德州海湾硫磺公司的事件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后来指控，部分公司人员和相关知情者在公开披露之前买入股票或看涨期权，也有人把消息透露给外部人员。案件争议点很多，包括信息什么时候算重大，公告怎样才算充分公开，知情者在什么时间之后必须停止交易。但它推动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如果你掌握了重大非公开信息，要么先让市场知道，要么就不要交易。这条原则听起来像法律细节，其实关系到市场的基本信任。普通投资者接受自己不可能比所有人都聪明，也接受有人研究更深，行动更快。但如果公司内部人可以在消息公开前先买入，再让市场用更高价格接住结果，交易就不再是不同判断之间的竞争，而变成了信息不对称的收割。内幕信息最容易被合理化的地方，是参与者会觉得自己只是把辛苦得来的信息变成收益。可资本市场不是奖励所有信息优势的地方，研究优势可以属于个人，未公开的公司关键信息却不应该被少数人提前兑换。边界一旦被推开，损失的不只是某几笔交易的公平，而是所有后来者对市场规则的信任。内幕信息破坏的是信息公平，市场操纵破坏的则是规则公平。价格看起来是买卖双方自然形成的结果，但如果有人利用筹码、交易制度和交割规则，把对手逼到无法正常退出的位置，
价格就会从价值信号变成角力工具。美国自助杂货连锁皮格利威格利 Piggly Wiggly 的股票逼空故事，把这种规则扭曲讲得很具体。皮格利威格利最早不是金融公司，而是一家改变零售方式的零售企业。Clarence Saunders 在1916年与孟菲斯创办皮格利威格利，让顾客自己走进货架，自己挑选商品，最后集中结账的方式系统化。今天这几乎是超市常识，但在当时，这是一种很新的零售设计。公司扩张很快，股票也进入公开市场。问题出现在1923年前后，当时市场上有人做空皮格利威格利。做空的基本逻辑是先借来股票卖出，之后希望以更低价格买回来归还，中间赚取差价。如果股价下跌，做空者赚钱；如果股价上涨，做空者必须用更高价格买回股票，损失可能很大。Saunders 认为做空者在攻击自己的公司，于是试图反过来逼空。所谓逼空，就是买入并控制足够多的股票，让做空者在需要归还股票时找不到足够筹码，只能用越来越高的价格买回。为了完成这件事， Saunders 介入大量资金，在市场上持续买入皮格利威格利股票。到关键时刻，他几乎控制了市场上绝大部分可用股票，股价也被推到很高位置。从 Saunders 的角度看，他像是在惩罚做空者，保护自己创办的公司。从做空者角度看，他们是在利用市场机制表达看空判断。从交易所角度看，如果任由一方通过控制筹码把交割规则推到极端，市场本身也会失去秩序。最后，纽约证券交易所认定市场已经出现坐庄式局面，暂停皮格利威格利股票交易，并给做空者更多时间交割。Saunders 的计划被打断，借来的资金压力反过来压到他自己身上，最终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这个故事不能简单理解成散户英雄大战华尔街，也不能理解成做空者活该。真正的问题是，市场规则一旦被当成武器，每个人都可能说自己有理由。做空者说自己只是表达怀疑，创始人说自己只是保卫公司，交易所说自己只是维护秩序。可是，当所有人都把规则推到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价格就不再只是反映企业经营，而变成了资金、筹码、制度和权力的角力场。市场信任的破坏不一定来自公开违法，很多时候，它来自一种看起来更微妙的变化：参与者仍然在规则之内行动，却把规则用到让别人无法公平参与的程度。规则存在的目的是让价格发现尽量有秩序。如果规则被操纵成逼迫对手出局的工具，市场就会失去它本来要保护的东西。信息优势、交易规则和市场秩序之外，商业边界还有一种更难判断的形态：一个人从公司获得经验、训练和专业能力以后，哪些东西属于他自己，哪些东西仍然属于公司。这个问题不像内幕交易那样直接，也不像逼空那样戏剧化，却更贴近日常商业世界。太空服工程师 Donald Wolgamott 的跳槽纠纷就卡在这条边界上。1962年，他在百路驰公司 B.F. Goodrich Company 工作，负责太空服工程部门，并参与过美国 Mercury 宇航员太空服相关设计。后来，国际乳胶公司 International Latex Corporation 向他发出工作机会。国际乳胶公司当时也是太空服领域的重要竞争者，并且拿到了 Apollo 登月项目相关研发合同。对一个工程师来说，这显然是一次很有吸引力的职业机会，但对原雇主来说，问题完全不同。百路驰公司担心的不是一个员工正常跳槽，而是这个员工头脑里带着大量关于太空服设计、材料、工艺和研发流程的知识。如果这些内容进入竞争对手，公司过去投入的研发资源就可能被转移。于是问题变成，公司能不能阻止他去竞争对手那里工作？
能不能在他还没有泄露秘密之前，就请求法院提前限制他？这里有2个概念必须分开，一个是个人经验，指一个人在工作中形成的能力、判断和熟练度；另一个是商业秘密，指公司投入资源形成没有公开，并且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比如具体工艺、配方、设计细节和技术流程。前者如果被公司永久锁住，人才流动就会变成空话；后者如果完全不受保护，企业研发投入又会失去安全感。法院最后没有简单站在任何一边。初审法院没有完全禁止 Wolgamott 去新公司工作，后来的上诉裁决也承认，他有权在竞争企业任职，并使用自己的一般知识和经验，但同时禁止他披露百路驰公司的商业秘密。这个结果的意义，不是说跳槽者永远没有责任，也不是说公司可以把员工的全部能力都圈起来，而是把边界尽量画在知识属于个人、秘密不能泄露之间。这个案例提醒我们，越界不总是以明显恶意出现。Wolgamott 想追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国际乳胶公司想获得有经验的人才，百路驰公司想保护自己的研发投入，每一方都有能说得出口的理由。可正因为每个理由都很正当，边界才更容易被推远。商业世界里很多长期重复的错误，都不是从一句我要破坏规则开始，而是从一个看似正常的选择开始，提前交易一下，用规则逼一下对手，把在上一家公司学到的东西多带走一点。每一步单独看都可以解释，连在一起就会侵蚀公平、信任和责任。真正成熟的商业判断，不是只在出事以后追问谁赢谁输，而是在边界还没有被推远之前，就看清哪些利益不能提前拿，哪些规则不能被当成武器，哪些知识不能被随手带走。商业冒险是一本商业故事合集，但它真正留下的不只是这些案例本身，而是一种判断商业风险的方式。产品失败时，不要只问公司有没有做调研，还要问真实反馈有没有穿过组织。公司成功时，不要只看增长和声望，还要问成功有没有遮住新的风险。市场平稳时，不要只看价格和成交，还要问流动性、交易信心和制度边界是不是仍然可靠。这些故事发生在几十年前，可他们反复提醒我们，商业世界从来不只是聪明人解决问题的地方，也是聪明人被组织、激励、信任和惯例反过来塑造的地方。很多错误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一次次合理化里慢慢成型。很多风险也不是没人看见，而是看见以后没有被认真对待。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创富的奇迹，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经典好书，用逻辑武装你的财富大脑，陪你在投资和商业判断的路上稳步前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还请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同样关心商业和投资的朋友。相信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会让更多人在这片认知的迷雾中看清真相。也相信你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感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